为什么爸爸喜欢男生？不敢相信。你这种陆配的身份在台湾永远都是低人一等，没有想到现在小孩6岁多7岁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而这一点的确带给小孩的成长蛮精彩的。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欢迎光临，不可思议咖啡。Hello， 我现在在亚万的 Seven 店。这边下午茶真的是太好做了，做了很多的阿嬷，然后他们还买一些茶叶蛋啊，然后买一些那些什么薯条啊、烤鸡翅啊，再点杯咖啡在这儿度过一个下午。哇，台湾的老人家真的很爽哎！阿公还在这儿看新闻呢。中俄哥俩好，普丁见中防长。大赞两个军事密切合作。点了一杯咖啡拿铁，准备在这边剪影片。那今天穿的是不是很学生？小朋友说：“哦，老师，你好像是工作在飞机上的那个人呢。”我今天去给小朋友上课啦，我就要带着我的志工教师证。妈呀，阿妈他们吃的茶叶蛋真的是好香哦，味道一直飘过来。我做学生的这个志工老师已经快1年了，教的是国小1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今天是上了2节课。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今天去学校之后呢，就有一个小女孩问我，她说：“老师，你是哪里来的啊？”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有小朋友6岁、7岁的小朋友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耶。然后我就说：“我是地球来的啊。”然后旁边另外一个小朋友，他们两个都觉得好好笑哦。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直到下课之后，这个小女孩真的就跑到我身边，然后问了我这么一句话。她说：“薇薇老师，你是中国的吗？”我当时真的更吓到，回忆我自己的童年，我朋友家的孩子这么大，我觉得不太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哎。特别是我自己6岁的时候，我好像还觉得自己是个男生，因为我爸爸很希望有个男生，我就那个时候梳着短头发，37分，扎裤腰带，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男人的标配，梦想是当皇上。还拍过一个和家人的外景的写真，然后那个姐姐比我高了快1头。人家就说：“哦，那你比较矮啊，你就可以扮演皇后啊。”我说：“我不要，我就是皇上。”所以到最后真的是一个矮皇上和一个高皇后。所以我回想我小的时候6、7岁的样子，的确就是这样的回忆耶，不太懂得什么中国大陆啊。那时候的我更多的是在想，为什么爸爸喜欢男生？90年代的儿时，记忆中的政治话题。97年是香港回归吗？我记忆当中那天晚上特别的热闹，好像春节一样。然后我没有回家，我奶奶带着我在楼下的小卖部，大家都在看电视。然后那天晚上好像记得还有放礼花的，我就知道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听大人说那是香港回归，但是我也不太懂到底是什么回归，我只记得我自己很开心，那天晚上很热闹，而我奶奶给我买了一个戒指糖，我现在都记忆很深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现在小孩6岁多7岁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老师，你是中国来的吗？就跟他说是的，我是中国大陆来的。然后他就去跟其他的小朋友说，接着我就下课了就走了嘛。
可是小朋友还是很热情的跟我说老师拜拜。今天还有小朋友给我带了一个糖果送给我，放在我包里了。它叫李坚，这啥字儿？朋友们，很古早的糖啊。它里面好像有东西，你看，是夹心吗？有点粘到了。哎，蛮好吃哎，很古早的那种酸甜的味道。我觉得他问我这句话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口音和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我的推理啊，是不是因为他们也经常跟家长一起看新闻？我刚才走了很远过来，因为我的小电驴坏掉了啊，在这边做影片，然后等着优爸过来接我，就边走边想，哎，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一个6岁的小朋友。后来我想，哦，那可能就是和新闻有关。新闻里面不是会经常讲两岸嘛，然后也会有一些东部新闻主持人，一般都是比较北方口音的，字正腔圆的。哎，我在6、7岁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看新闻联播的。你说那么点的一个小孩，当然就是要看卡通频道了，哪知道什么网络？那个时候电话都是大哥大哎，哪有视讯这种东西啊？那个年代，所以每天想要接收自己喜欢看的，其实就是透过电视，电视就会有儿童频道，但是儿童频道不会说像现在这么多频道都会有动画片啊、迪士尼啊去连环播放。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的5点到6点半的时间吧，会有那种儿童频道。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是国家电视台开展的这样的频道。牵着你的手，牵着我的手，今天的小伙伴，明天的好朋友，好朋友。每天都在看这些，就期盼着。但是大概6点半的时候，儿童频道就结束了，接下来呢就播放这个广告。再接下来7点钟就准时播放新闻联播。就我来到台湾之后，我也跟台湾的朋友聊过新闻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新闻联播，他们说我们台湾没有新闻联播。我怎么没有新闻联播呢？台湾明明就有新闻联播。优爸就问我，他说你知道新闻联播是啥意思吗？不知道啊，就是播新闻呢。他说那就是新闻呢，那联播是什么意思呢？一下给我造懵了，我就不知道啥意思啊。我们是不是播每个台都是一样的新闻？不对啊，新闻联播就是你那个时间就是看新闻，然后零星的什么电影频道它就不会播新闻联播，它就会播一些电影赏析方面的节目。后来优爸说，那你看台湾的新闻每一台是一样的吗？哎，不一样哎，电视台有很多哎，而且他们好像是播放同一件事情，他们的观念啊、理解啊，包括他们的重点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又想到，哎，为什么我来到台湾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一定要新闻配饭呢？新闻内容也不太一样。就我们那边给我的感觉，从小就是，它有点严肃，而且真的就是那种觉得国家大事，会有那种仰望的姿态去看，但是你又触摸不到。但是这边的新闻会经常说一些，比如说便当涨价、霸王涨价，哪家餐厅要结束营业了，或者说谁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还会播放一些国际交流嘛，对不对？还有就是两岸的时事，这样我更喜欢看就是我们日常老百姓真的会在意的
吃穿用度、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蛮精彩的。不敢相信，还有小孩会喜欢看新闻。就是我从小，包括我们家现在的亲戚小朋友，不太会看新闻联播，的确对于小孩来说有点难理解。但这边的小孩真的可以看得懂台湾的新闻哦。悠悠每天晚上看新闻看得好精彩，好认真啊，你们知道吗？因为他真的会跟我们讨论哦，啊，妈妈这个事情怎么样，那个事情怎么样，我觉得就新闻带给群众的反响，其实差异度也蛮大的。所以这边小孩是不是基本上只要是家长有习惯性每天会关注新闻的话，小孩就会跟着一起看啊。现在你们在收看我影片的朋友，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啊，就说你们家小孩会不会看新闻，然后他现在是几岁了？而这一点的确带给小孩的成长、思维、理解事情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小妹妹问我，就会让我觉得很诧异，因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面，6、7岁的小孩是问不出来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台湾的小孩是的确可以的。小朋友的糖果被我吃完了，满满的都是爱呀。大陆身份，孩子们会变得疏远或者不喜欢你吗？孩子会慢慢长大嘛，他们会越发的关注这方面，因为懂得也越来越多了。以后如果孩子们依然还会问我此类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直言的去回答他们。我觉得不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任何吧。对教育大环境1年以来的观察，校方教育蛮让我放心，相信孩子们也会是正向的成长。我已经来台湾就真正定居3年了，我用我的肉体去感受这片土地，我真的获得了很多的微笑，谢谢，不好意思，或者说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善意以及帮助，这就是真实生活带给我的呀。但是呢，也的确，我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或者是悠悠在他们学校的大环境当中，的确是一个比较少数的群体，对不对？前几天有一个网民留言，我拉黑掉了，他的意思是说，你这种陆配的身份在台湾永远都是低人一等。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是用繁体字写的，但是现在网络世界真的是太混战了。今天拍这个影片呢，也就刚好回复一下。那我现在呢是很多小朋友的微微老师，那这些小朋友绝大多数呢也都是台湾的小朋友，他们也都很喜欢我，我也很真诚的对待每一个小朋友，也充满了喜悦。以上就已经打破了这位网民的谬论了，你们觉得呢？今天呢，也是因为这个宝宝问了我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跟大家聊了一些，我小的时候记忆和现在小孩之间的差异感，跟大家聊了一下我的个人的分享和感受吧。那就请期待我们下集的影片啦！我要坐在这里喝咖啡，剪我的影片工作了。下集再见吧！如果你们这一集有些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留言下方和微微留言哦。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哦。对。